才刚洗完澡，总裁就坐上了专属电梯。见秘书没到，他忍不住的娇嗔了2句：“老板到了，秘书不到。”觉不觉得小叶最近瘦的有点楚楚动人啊？从助理手里拿过早餐，总裁就关上了房门。依兰秋因为虚缴医保，不得不做了次体检。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啊！还有7天啊！依兰秋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脸上已经有了慌张的样子。可是复查之后，病症已然确认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浑浑噩噩，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了。这时候上了一位老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。售票员几番呼喊，可他却根本就没有听到，满脑子都是英年早逝、命运不公。但当所有人都看过来，他才如梦初醒，看着他们嘲讽质问的眼神，依兰秋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自己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道德绑架自己？然而那个大爷为老不尊，也开始嘲讽了起来。就算这个岁儿啊，我让给这姑娘了，成不成啊？我在这车上什么人没见过，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。怎么了？哪样人？他高举刀的旗帜，要将叶兰秋扔下去，可他的心早已死亡，不必在乎他人的想法。要就坐这儿。老人顿时炸了庙，去上班的于姐也一脸笑容，每时每刻1分1秒，他全都记录在案。哪知道就算女人下了车，他还是跟了上去。或许在他眼里，这一份报道足以让他转正。你刚才为什么调侃一个老年人啊？你马上就要到站了，就是站起来让我做的事，您为什么就不愿意做啊？一个个犀利的问题，宛若一柄柄道德利剑，直至叶兰秋发火，于姐这才看案作罢。可是他一路尾随，竟然跟到了叶兰秋的公司。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，一番搜索之下，他才知道医生所言非虚。可看着那一张阴森恐怖的照片，他又吓得急忙关闭了电脑，一滴清泪从眼角滑落。可他却不知道，另一场风暴已经在悄然来袭。让你给老人让个座呢，你别装着听不见的。总裁还在说着谈判的事，可女人却已经泪眼婆娑。他想要请个假，去做一些想做的事，可总裁不许，并一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可看到他一副悲伤的说不出口的事情，总裁就断定他是失了恋。总裁走到他身边，担心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，可他却话锋一转，表示自己需要一笔钱。你听着啊，不用钱摆平的事儿，就用不着绝望啊！听见没有啊？好，来。叶兰秋孤身一人，死亡的阴影就在头顶笼罩。或许是下意识的软弱，他需要一个胸膛来获得安全感。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小雨姐，你别误会。老板娘夺路而逃，叶兰秋赶忙追了出来。可是不管如何解释，此刻都极为苍白。小叶，我提醒你，做小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小雨姐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可你这么讲话是没道理的。电视台的速度很快，莫静姐的事件很快就登上了新闻。经过他们的恶意剪辑，叶兰秋仿佛就是一个天生的恶人。而电视台和网络的强强联合，他直接被送上了道德的主刑台。面对妻子的质疑，总裁更是不屑一顾。你太小看我沈六叔了，我看着那女人还用偷吗？你怎么把一个高尚的事情想得这么下作？老板看着电视上的新闻，也只是微微一笑。在他眼里，这屁大点事儿竟然还成了新闻。我看小叶还挺有个性的啊，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！网络瞬间被引爆，所有人都在谈论莫静姐，她的一切资料也被网友们人肉了出来。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在探讨莫静姐事件。他那包我倒挺喜欢，哎，你们谁给我买一个呀？哎姐，你给我加薪，我给你买。全身名牌都是真的，连眼镜都是阿玛尼的，就是脸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那视频一播出，他那本就收了14万。热度越炒越高，已经占据了网络头条。而电视台找来了2个所谓的专家，继续炒着话题。而老板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叶兰秋已经等候多时。